装后的轨道灯一扭就下来了。近距离再看一次。嘿，又是我外行人 JT。现在看到的是我改装好的长条灯，我把它给改成轨道灯。改成轨道灯其实很方便，尤其是更换方面，就像画面一样，卡扣一转就下来了，也不怕灰尘满地，也不必工具，而且可以随意变化位置或替换更大或更小瓦数的灯具。我一直很想做这一集关于我如何改装，今天它来了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次和朋友聊起我家的灯具，让我发现原来很多人都很想要买轨道灯。轨道灯都是射灯，装饰用还行，照明方面并不理想。当然市面上都可以买到闪光灯类型的轨道灯，但价钱都很贵，所以都放弃了。通常家用照明灯具都会安装现在图片看到的嵌入式灯筒。我发现这类型灯筒寿命不长，也很多缺点，比如更换时天花板内的灰尘弄了一地，卸下来时甚至把天花板给弄破了。如果你有自行更换的经验，应该明白。还有明装类型灯筒，寿命缺点也差不多，更换需要打开螺丝，非常麻烦。那让你看看我如何用图片里的长条灯改装成轨道灯吧。当然还有我们的主角 LED 长条灯。所需工具：包线钳、电钻、钳子、螺丝刀、阶梯钻头、所需配件：轨道头、M10 螺帽、LED 长条灯。好，首先包装打开，简单说明如何操作。在长条灯两端打孔，用于安装轨道头，然后把电线通过其中一个孔给牵引出来。那第一步，取下长条灯盖子，抽出面板。第二步，移除 LED 灯条，把连接端卡扣取下，然后松开 LED 灯条上的所有螺丝。为了方便操作，我把电线一并移除了，这步骤可以省略，不过建议移除，操作更方便。准备轨道头，我买的是顶吊长条灯。我发现中间底部带有凹槽，操作会比较困难。左边是我上一次买的细顶长条灯，建议购买左边那款，比较容易操作，但方式都一样，不影响操作。盘它。轨道头不自带螺丝帽，记得自行购买 M10 螺丝帽。这一个是顶吊用的顶盘，里面也有 M10 螺丝帽，内孔是一样的，但外径小很多。左边呢是吸顶盘取下的，右边是我自购的，就用左边这一个吧，开孔不必开那么大。用螺丝帽对比一下阶梯钻头，测量大概开多大孔，然后用轨道头测量开孔位置，开始钻孔。大概转了第4节，注意，当你转到一个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卡，那是正常的，因为你转的那一节快转穿了。通过这一个逻辑，每转穿一节就用螺丝帽测量一次，反复测量孔径，确保没转太大，让螺丝帽刚好卡进洞内即可。孔径太大的话，螺丝帽直接穿过去，那就没法锁上轨道头了。完成后，背面轻轻的转一下，可以削平突出的尖角，然后锁上轨道头。
要锁得多紧呢？自行感觉一下紧实度就行了。只要灯具和轨道头连接在一起就完成了。松动一些没问题，轨道头设计是可以稍微扭转的。同样的步骤，将另一端操作一次，钻个孔，锁上轨道头，安装轨道头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把电线牵引到轨道头上，别怕哈，不复杂的，用了灯具原来的电线，别浪费。电线剥皮，然后锁上连接头，整理一下电线，以免灯光打住电线的阴影。电线另一端从轨道头内孔牵引出来，再锁上轨道头电线连接端。因为电线连接驱动器不分正负极，左右连接都可以，没问题的。那记得电线只需要其中一个轨道头，另一边轨道头不必任何电线连接。完成后盖上盖子，初步改装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把原来的配件通通给归位原来的位置，再确认电线整理好，避免遮挡面板造成阴影。锁上盖子时，你会发现盖子被螺丝帽卡着，这时用钳子稍微整理一下，把多余的边缘给掰断，就能锁上了。盖子盖上后，内部看不见的，所以不必担心不好看。你的顾虑我都懂的。DIY 还剩最后一步就完成了，就是这一个轨道头。你会发现轨道头的其中一端会有这一个突出的尖角，这一个尖角的功能原本是为了单个使用，用于卡在轨道内，另一侧铜片扭转上锁至轨道。如果单个使用，取下灯具时解锁铜片，斜角拉下没问题。但因为改装同时用了2个轨道头，没办法单边斜角拉下，必须处理，不然灯具取不下哦。别问我为什么知道，说多了都是泪水。没关系，我经历了这痛苦，你不必再经历了。记得用螺丝刀把它给怼进去。安装时就像视频开始那样，两边的铜片扭转锁上就完成了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别忘了订阅按赞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